今天我们接着《三国演义》的第8集，这是第9集，名称叫李郭交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一集我们的三让徐州讲的是陶谦3次要让徐州给刘备，刘备呢就是推脱不要，最后陶谦终于病死，然后刘备按照他的遗言代管了徐州。本集呢就是要讲原来董卓的部下李傕、郭汜他们两个互相交战、互相猜忌的故事。我们先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李傕和郭汜不是让曹操去打黄巾军吗？然后曹操就还是按照汉献帝的旨意去镇压了山东的黄巾军，然后呢说成功了，我们大获全胜了。然后李傕、郭汜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把持着朝政，所以说收到这个奏折以后就直接加封曹操为建德将军废亭侯，赏赐了大量的财物这是汉献帝兴平2年公元195年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曹操变成了一个建德将军废亭侯，他给封侯了，算是立了大功。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把持财政，把持朝政这个李傕自封自己为大司马，郭汜呢就自封为大将军，这两个人相当于是把整个东汉的这个朝廷所有的事情都控制住了，根本就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汉献帝这个时候呢就跟原来要除掉董卓一样的，现在又想除掉这个李傕、郭汜了，哭着要这个太尉杨彪、大司农朱俊给他想办法。这个每次汉献帝我发现出了什么事儿就是找身边的大臣，他自己什么办法都没有，啥部队御林军什么都没有。朱俊呢就派人去山东去招曹操进京除害这就是想当初那个除董卓的时候一样的18路诸侯但是呢这个时候杨彪又献上了一个计策，打算使用离间计去离间李傕和郭汜两个人，让他们自相残杀这个离间计也是百试不爽当初吕布和貂蝉和董卓实际上也是离间计的一种美人计嘛。然后好，就按这个办法来汉献帝就听从了这个杨彪的说法，然后杨彪就开始行动了。有一天杨彪的妻子呢就突然到了这个郭汜家里头，装着十分关心的那个郭汜的妻子说听说郭将军和李司马夫人很是亲密在这里说一些谣言，说一些这个蛊惑的话。郭汜的妻子一听很惊讶，说怪不得他整夜不归，干出如此无耻之事今后要小心提防呀。然后还给杨彪的妻子道谢过了几天呢，这个郭汜又到李傕家去喝酒去了。郭汜的妻子说李傕我看万一他下毒了你怎么办呢？郭汜不听，他那个时候跟李傕关系还是蛮好的然后呢一直到晚上都不去。然后这个李傕看到郭汜一直都没有来宴会就派人把这个酒席带上来，送到家里头来了，相当于给他送了一个外卖这个郭汜的妻子呢把人都打发开了，然后偷偷摸摸的在这个酒菜里头下了毒药。他下的毒药当然也不是为了毒死谁，后面就可以看出来当这个侍女们把这个酒菜端给这个郭汜，让郭汜要吃
郭汜的妻子就阻拦道：“这是外来的食物，怎么可以随便吃呢？说你先牵一条狗，让那狗来试一试，试试毒啊。”没想到那个狗吃了这个韭菜以后，一会儿就倒地毒死了。从此这个李建第一步成功了。郭汜对这个李傕呢也有点疑心了，觉得他是不是真的是要毒死他。两个人把持朝政，那互相猜忌，那肯定是想把对方害死。有一天呢，李傕又请郭汜到他们家喝酒，郭汜呢连连推辞，但是经不过李傕呢再三邀请，还是跑去了。酒还是喝的蛮多的，但是郭汜回家的时候突然觉得肚子有点痛，我估计是可能是喝多了酒。他的妻子呢就说肯定是李傕下了毒让这个郭汜赶快催吐了一些，吃了一些粪汁，然后催吐，然后才觉得好一点等于是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光了。然后这个郭汜就真的是很生气他以为李傕真的是要谋害他，然后就准备去攻打李傕了。这时有人去报告李傕了，这个发现这个没有不透风的墙马上就有人知道了，告诉李傕了。李傕也火了，然后也点起本部的将兵要来杀郭汜。好，两个人就在长安城开始混战了。长安城里头、城外头开始乱了，因为这两个最大的这个长安城的将军闹起来了。李傕的侄子叫李谦就把汉献帝和皇后给绑架了，冲出城外。李傕呢就跟他们一起退到梅坞这个地方去了，就是原来董卓的那个大本营这个郭汜呢看到李傕把这个汉献帝也劫走了，那个宫里头已经没人了，就去把这个宫殿也烧毁了，抢劫了宫殿了。坏事做尽杀人放火。郭汜呢又领兵追到梅坞，要来抢皇帝。李傕说，我们两个干脆互相打一仗，谁赢了谁就把汉献帝拿走。汉献帝成了一个棋子一样的，两个人武功都差不多，打了10几个回合还不分胜败。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这时候杨彪，就是刚才前面提到出了这个离间计的杨彪拍马过来说，两位将军你们稍等一下呀，我们来讲和来了，众官来讲和来了。李傕、郭汜就会赢了。结果杨彪和这个朱卷呢还有60多个官员跑到这个郭汜营中讲和。郭汜呢结果直接把他们扣押了，把他们变成人质了。他说众官就是说这么多当官的，就说我们都是为了跟你们讲和的，你怎么这么对待我们？郭汜说，李傕可以把这个天子都绑架了，我怎么就不能绑架你们呢？说的也挺有道理的。杨彪就说，一个劫天子，一个劫公卿，你们打算怎么样郭汜大怒，拔剑就要杀这个杨彪部下就劝阻他这个时候郭汜才把他们这个杨彪和朱卷都放了，把其他的官员还是关在这个营里头做人质。然后从此以后呢，这个李傕和郭汜天天厮杀，斗来斗去的，打了50多天，死了不少人死的人不计其数这个汉献帝呢，自从被绑架到梅坞以后呢，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然后这些他边上的一些大臣呢，就告诉汉献帝说，贾诩这个人虽然是李傕的心腹，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心里头还是没有忘掉你这个汉献帝这个皇帝的呀。话没说完，贾诩来了。汉献帝就哭着跟贾诩说，你能不能可怜我呀，可怜我们汉朝呀，救救我呀。贾诩也觉得还算是汉朝的臣子就答应
帮汉献帝一把。过了一会儿，有个叫皇甫谧来见汉献帝了。汉献帝知道他挺有口才的，又是李傕的同乡，就希望他去给他们两边去讲讲和去，劝劝和呀，不要再打了。然后这个郭汜那边就跟这个皇甫谧说，李傕把天子送出来，我就把公卿放了，就是把那些大臣都放了。这个皇甫谧又去找李傕去了。李傕觉得自己比较厉害我的兵比你郭汜多就不肯罢休。皇甫谧就说，以前董卓用兵数十万，还不是被杀了，是吧？所以强力是靠不住的呀这下子李傕听了气得要死，说你是派来皇帝派你来是来侮辱我的吗？要把我也当成董卓吗？要杀这个皇甫谧。然后贾诩又来劝了，就是把他劝走了，没有杀他。这个皇甫谧非常气愤，从他这个大帐走出来以后，就跟这个李傕的部下说，李傕不肯讲和，想杀了天子来造反，杀了皇帝他想造反，你跟着他的都是反贼以后要追究你们责任的呀，后患无穷啊。这个李傕的这些部下好多都是从西凉过来的，还有一部分的羌兵，听这个皇甫谧的话呢，都有点惶惶不安，军心动摇了。贾诩看到这个情况呢，就暗中就告诉羌人的将领说，天子知道你们都是忠义之人你们打仗这么久也辛苦了，那你们就回乡去吧，将来自有重赏这些羌人本来就是相当于雇佣军的他来打仗，结果李傕呢又不给他们封赏，听了这个贾诩的这种一些相当于是给他们一些劝告就带着部下就回去李傕看到手下这个当兵的纷纷逃散心里头就有点忧虑。他平时还有一点信女巫，信这些巫术就让这个女巫给他祈祷，跳大绳一样的女巫，还信女巫。贾诩其实就猜透了李傕的心思，就跟他说，李傕这个贪心很重，又没有什么计谋现在士兵的厌战都逃光了，他现在很担忧，陛下可以用加官进爵来迷惑他。他高兴起来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了第二天汉献帝就下诏了封这个李傕为大司马。李傕看了以后果然很高兴，但是他觉得是这个女巫祈祷的功劳，重赏女巫又不赏将士，那将士跟他没关系。这下子这些将士就有点想反叛了说准备商量好，准备二更时分就准备从营外冲进来就杀死李傕了。没想到这个事情暴露了，李傕气得要死，就派人把这个宋国绑来杀了。这个时候他们本来约好的嘛，这个杨凤跟宋国本来是约好的，结果到了时间跑过来一看却发现李傕亲自领兵杀出来了。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就只好迎战，两军又开始混战了，打到4更天，杨凤看来兵还是没有李傕的多呀，就逃跑了，逃到山中去了，打不赢但是呢，这李傕的军队都又相当于散伙了一样，又少了不少人呢，所以就不行了。是有一天探子来报张继统领大军来给两边讲和了，谁不依他就打谁。好，这个李傕和郭汜只好答应讲和了，然后他们就
一边放了皇帝，一边放了这些大臣，一块都送到张继的军中了。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感兴趣的后面的这些内容的话希望欢迎关注，谢谢。